养9层塔的人一般都会遇到叶子小、枯叶黄叶、叶子蔫的情况，具体是什么原因呢？9层塔又叫罗勒、鱼香菜、金不换，被称为调味品之王，品种繁多，常见的有甜罗勒、丁香罗勒、绿罗勒、柠檬罗勒等，不同的品种，香味也会有一些差异。罗勒经常出现在西餐中，在三杯鸡中也被广泛利用，但有时候享用并不是随时可以买到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家里种一点，方便我们随时取用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9层塔，也就是罗勒的养护技巧。全部看完以后，相信能让你的9层塔不再枯叶黄叶，叶片变得又大又肥，绿油油，一盆又一盆。9层塔养护。对于盆栽的9层塔来说，盆土选择的好不好，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9层塔的生长。我建议大家可以选用疏松肥沃、排水良好的沙质土，土壤疏松透气，能保证9层塔根部的呼吸，而排水性良好，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盆土积水，防止9层塔烂根现象的出现。浇水要适量，不要过多或者过少，因为太少会导致9层塔缺水，影响生长；太多则会导致盆土积水，根部呼吸不畅，植物窒息而亡。如果盆土表面干了，叶片也发蔫向下，就要及时浇水。合理的光照能满足9层塔光合作用的需要。对于9层塔来说，要想养护得好，必须要有充足的光照。建议花友们每天让9层塔保持6小时的日照。除此之外，在炎热的夏季时，要为9层塔做好遮阴工作，防止晒伤。9层塔繁殖。9层塔的繁殖方法一般有种子繁殖和扦插繁殖。扦插繁殖，将9层塔的枝条剪下来。剪下来的9层塔枝条每段大概有9至12厘米长，修剪的位置就是在叶子的下端，叶子就是生长节点的位置。剪下来的枝条底部的叶子都要去掉，保证枝条底部有6厘米左右是裸露的状态，不要让叶子浸泡在水中，否则叶片会腐烂发臭，导致无法生根。摘下来，将9层塔枝条底部大概5至6厘米左右浸泡在水里，每个小水杯可以放入3至4根枝条。接着就可以将扦插枝条的水杯摆放在通风透光的窗台边，要避免阳光直射，要避免过度高温，否则枝条第2天就会枯萎的。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注意保持水质清新，避免水里长绿藻，不要用太冷的自来水来培育，可以每隔2、3天换一次水，大概5至7天左右，9层塔枝条底部就能长出一些细小的根系，这些白色的小根长到5厘米长，大概需要2、3周。水培扦插的9层塔枝条根系长到5厘米后，就可以将它们移栽到盆土里。盆土可以预先浇水湿润，不要让盆土积水，将生根后的9层塔枝条扦插进去。种完之后可以浇透水1次，摆放在通风透光的窗台边，前5天要注意遮阴养护，等过了5天后就可以逐渐增加光照，后期养在每天有3至6小时左右散射光的位置就可以了。9层塔的枝条进行扦插的时候，它的枝条在第2至3天的时候会出现叶子低垂的情况，不要过于担心，只要避免阳光照射，给这些扦插的枝条及时补充水分，它们很快能恢复良好的生长状态。播种繁殖。我们也可以选择用种子进行培育，有一点需要注意，9层塔的种子一定要养在有阳光的位置才能生根发芽，最好是在春夏季节进行繁殖。9层塔的种子还放在每天有6至8小时的阳光下养，它的幼苗才能长出来。首先是准备一些盆栽土，可以用泥炭土搭配珍珠岩，之后在土壤的表面撒上一些9层塔的种子，要注意撒得均匀一些。之后在土面上覆盖1层半厘米厚的土壤，用雾状水轻轻喷洒，让土壤保持微微湿润。接着就可以将花盆摆放在窗台边，每天要接受6小时左右的散射光，要避免温度过低，要培育的温度要保持在15度以上。等幼苗长出来之后，就要注意定期转盆，避免幼苗向阳光多的一面生长。等9层塔的幼苗长满整个花盆的时候，要适当疏剪，将一些长得比较弱的幼苗剪掉或拔掉。大概6至8周之后，9层塔的幼苗就可以长成大盆栽，也可以将它们带土移栽。但即使扦插了，
种植了也还会遇到叶片不大的情况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继续往下看，花花肯定会帮你找到解决办法。3. 9层塔黄叶枯叶。一般9层塔黄叶枯叶有以下几个原因：如果花卉顶上的嫩叶淡黄，老叶也在渐渐发黄，心稍萎缩，这是因为长期淋雨或浇水过多，盆内过湿，土壤缺氧，根须腐烂造成的。应该常松土控制浇水，避免大雨喷淋。而如果顶上的叶色正常，下部叶片逐渐向上枯黄脱落，这是由于盘土太满或长时间浇水不透，造成下部叶片枝干老化而引起的，应适量浇水，保持土壤湿润。但叶片薄而发黄，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花盆太小或长时间未换盆，或者换土了但是养分不足造成的，这时需要逐渐增加水肥，适时换盆。如果叶片出现凹凸不舒展，新叶肥厚老叶渐黄，大概率是因为肥太多了，应该勤浇水稀释，或者换盆土，再或者种一点其他蔬菜，等蔬菜长大了再拔出去，这也是降低肥浓度的一种方法。另外，9层塔是喜爱酸性土壤的香草，所以土壤偏碱性的情况下，叶片也容易黄叶，这种情况可以用硫酸亚铁或者换盆土。最后，如果光照不足或者一直暴晒的话，9层塔也会黄叶枯叶，所以除了春、秋、冬要保证光照外，夏季高温时需要遮阴。最后，养护过程中经常遇到9层塔叶子小不茂盛的情况，这种情况需要及时修剪，它是越修剪长得越茂盛的植物，所以想要让它茂盛爆盆一定要修剪。如果想要让9层塔叶片大而肥的话，也一定要勤修剪，减少营养的流失，特别是当9层塔开花的时候，一定要将花剪掉。以上就是介绍的9层塔的养护知识。你们家里的9层塔都是怎么吃的？快来告诉我妈妈，她做的方法一点都不好吃。今天的内容仅代表个人意见，如果有疏漏和错误，欢迎指摘。如果喜欢，欢迎给妈妈点赞、关注并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你们的喜欢，我们下期见。